9个极品 ID。我发现如果想让我们的中文名听起来很有画面感，很有诗意，很有意境，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像在读一首古诗一样，可以有一个小窍门，或者是说小公式，那就是一个动词加一个名词，组合起来就非常的有画面感，非常的生动。那么我们就展示一下我准备的9个名字吧。这9个名字，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小男孩还是小动物，小狗狗、小猫猫、小老虎都是可以的。这就是一个很酷很特别的 ID。 第一个，我本来打算用铅笔写，刚刚写了一遍发现没有声音，所以我现在用记号笔来给它描得更深一点，让大家可以看清楚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名字，叫做叶。叶，弦，月，我来标注一个拼音吧。叶，弦，月，叶弦月，这3个字分别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字是姓氏，后面2个字是我们的名字。叶这个姓氏呢，就是树叶的叶。这个姓氏虽然好听，很小众，但是它知名度却很高，因为它常常出现在影视剧作品中的主角啊，或者是说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里。弦乐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动词加一个名字，它最第一层的意思就是树叶衔住月亮，月亮在天上，树叶在树枝枝头，本来2个是非常有距离的东西，非常有距离的东西，去把它们2个用这个动词弦连接起来，就非常的有诗意，有画面感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这个名字比较的偏向于冷一点的人，这个名字比较清冷。我来描一下这个字，叶，树叶的弦，月，这是第一个名字。第2个，我先用
的组合。字面意思就是望着山，望着山，这个是姓氏，姓氏。我来标一下拼音吧，标一下拼音，照顾到每一个小宝宝。哎，怎么打不开？标在下面了，上面占满了。请望山，请望山。第一个字是请，是姓氏；第二个字是望，是动词，望看的意思；第三个字呢是山，是名字，是山脉的意思。山，所以这个名字就是看山。但我为什么选择和请搭配呢？因为请这个姓氏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它非常的正式。因为第一个，它和我们过去，清朝有关嘛，是清国清朝，还有一个是和山有关，所以这个词一直给我一种非常稳重、庄重、严肃的感觉，所以这个名字，这个姓和后面这个望山组合在一起，天哪，像一座山在看另外一座山，默默无言中有很多话都放在心里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。这个名字是非常的大气的，我认为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还是小动物小宠物们都是可以用的，很有力量感，它给人一种谦和沉稳的感觉。OK， 请望山，瞄一下，请望山。下一个名字呢？这三个字单独拿出来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，然后我就死心的把它们三个合在一起了。是这个，瞄一下。第一个姓，第一个字是姓，名字是苏振书，标一下拼音。苏振书，苏振书，同样是一个名字加一个一个动词加一个名字的组合，非常非常酷，我很喜欢这样起名字。首先第一个姓呢，这个字苏，这个姓氏很快的联想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城市江苏，还有苏州，还有苏州河这些地理名词，所以苏这个字一出来就会让人想到江南、姑苏这些温柔的江南水乡，所以我就让这个苏和这个振书连在一起，整体给人一种温文尔雅、谦和有礼貌的淑
么这个名字或许很适合你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。下一个名字呢，是我让我的朋友起的，他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喝酒，或者说他很喜欢自己调酒，所以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等等等等，我来瞄一下，酱拌汉，酱拌汉，拼音是酱拌哦，没写清楚，这样汉这个呢倒是不是之前的一个动词加一个名词的组合，拌汉是一个形容词，或者是说它是表达的是一种状态，说它表达的是一种状态可能更合适。它的拌汉的意思就是微醺，微醺就是人还是清醒的，半梦半醒的一个状态。这个名字整体表达的一个状态就是人在水边，在滔滔不绝的江水边，微醺是非常非常酷、非常摇滚的一种行为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酷的名字。我也同意，确实很酷。我认为名字都是很酷的，都是很个性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也很享受这种微醺感，或许这个名字很适合你。这个名字应该非常非常特别，我还没有怎么见过这样子的组合。酱拌汉，酱拌汉，酱拌汉，酱拌汉。下一个，这个名字也是一个非常，我倒觉得它是一个很潇洒的名字。或许有人会把这个名字联想到
修狗。整个名字的画面就是风吹进你的袖，发出自然的吟唱。其实这个名字给我的感觉就是磁场，你站在那里，风就来了，有一种月亮奔你而来的磁场吸引力。所以这个名字可能更适合喜欢自然，然后对能量磁场感兴趣的朋友。这个名字其实挺平淡，多一种淡淡的却什么都得到的感觉，淡淡的就会深深的。风影秀，风影秀 OK， 下一个有一个名字我把它淘汰了，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到实在是不像名字，删掉一个。接下来是生梯子，这是一个和中国围棋有关的名字。生梯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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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梯子。第一个姓氏常常出现在小说男二的姓氏中，或者女主的姓氏中。我看的小说是这样。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名字，温柔、善良的感觉。沈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《甄嬛传》啊？我们的梅姐姐沈眉庄就是这个姓。沈这个词给我的感觉就是沈眉庄，太合适了。梯子，梯子是围棋中去吃掉对方的棋子的一个动作，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帅气的，给人一种话不多，很聪明，很有大局观，有竞争性，但是那种良性的竞争。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名字，尤其是和沈这个姓搭配。沈梯子，沈梯子是非常可靠的一个名字，聪明、机智、勇敢、果决，永远不会陷入绝境，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名字。沈梯子，而且读起来非常的可爱。梯子，它和一个水果梯子是同音，所以这是一个读起来很可爱，但是实际上又非常可靠的名字，有一种反差感。这个名字是我准备的名字里我最喜欢的一个，最喜欢。第二个是刚刚的苏真树，苏真树 OK。 最后一个名字是2个字，其实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2个字的名字的，特别简单，特别利落。最后一个装饰，
非常非常极品的极品 idea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喜欢的或者觉得很合适的名字？如果你采纳了这个名字，请告诉我，我会很开心的。小宝宝，其实在这个最后片尾，因为这个视频也蛮长的，我也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视频看到最后会不会睡着，能不能看到这里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话没有那么重要，不需要人人都听到，就放在了片尾说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给大家起名字的视频主题的灵感。这个灵感其实来自于给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字。这个行为并在中国，别的国家我不知道，在中国可能挺常见的。我知道有很多人，不仅仅是小朋友，一些大朋友，一些大朋友，成年了也对自己的名字非常苦恼，因为并不是所有人的名字都有着这样美好的祝福，这样的动听。有些人他的痛苦甚至来源于父母或者是说长辈给他的名字，而且这个痛苦是很难去说的，所以我非常能理解，我也能理解很多小朋友甚至说大朋友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想要去改名字。我们也知道很多女孩她的名字里都代表着对另外一个孩子的期望，都没有父母的祝福，甚至好不容易有了祝福还是在祝福另外一个人，很不公平，很不对。所以我做这期视频一开始的计划是想安慰这些人，可是我又并不是一个很温柔很会讲安慰话的人，所以我就是希望，如果名字让你痛苦，那就我送给你一个名字，包含着我对你的祝福。哎呀，说了很多话都把它剪掉了，我就是不太喜欢煽情，不太喜欢说这些，比较喜欢大家都开开心心的。这些名字我敢保证它非常非常的特别，非常非常的动听。这些名字我觉得不管任何人听到他都会觉得很不错的。我希望对，我希望所有人都开心。我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，但是就是想